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风铃情感频道。您的点赞和订阅是我更新下去的动力，谢谢您。每天都有人想攻略我的同桌，班草、吉草、校草，各类帅哥蜂拥而至，而我那沉默阴郁的同桌冷艳不可攀，对着帅哥冷冰冰地吐出一个字：滚，充满了无情与厌烦，转身却躲进我的怀里，灰暗的神色中夹带着讨好的索取，你不要喜欢上别人好不好？我一个平凡的路人甲，普通的家庭，普通的智商，不算帅但还算过得去的样貌，每天3点一线，学校、路上、回家，日子过得十分的平常。我就这样按部就班地度过每一天，直到某天我发现日子里的不平常。这要从我上高2时，老师给我安排了一个新同桌说起。我的同桌叫陆瑶，一个年级第一、外表出众的女神学霸，性格沉默阴郁，整个人散发着一种别靠近我的厌世颓丧气场。但是耐不住人家好看啊，学习好啊，依旧是不少男孩春心萌动的对象。除了我对他没兴趣，没感觉。我欣赏的是隔壁班阳光明朗、喜欢运动的班花，这也是老师安排他给我当同桌的原因。为什么不选女生？因为她好像有很严重的洁癖，别人碰一下感觉掉块肉，瞬间就黑脸，又独来独往，不和别人交流，其他女生纷纷反映不想和她当同桌。男生吧，几乎都对她别有用心，于是我成了陆瑶同桌的最佳人选。我对外的人设是呆、话少、死宅一个。和陆瑶成为同桌的日子，井水不犯河水，相安无事，不说话，不打招呼。桌子中间放着课本，基本不交集。虽然他脾气差，但每天上学，书桌上总能出现新的信件，他每次都塞进书包里。开始他丢垃圾桶，被人捡起来宣读，后面就统一放自己书包。我猜测他是自己回去集中销毁。陆瑶不缺男孩追，但是最近我发现很奇怪的一点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男生不断在他面前刷存在感，每次刷失败后，对方就好像变了一个人，性格完全不一样了。我抱着这种怪异的感觉，像个旁观者一样观察着他们。陆瑶，这道数学题我不懂，你能不能教教我？说话的是我们班的班草，长得像网络上流行的小奶狗男生。他站在陆瑶旁边，课本放在陆瑶课桌上，带着几分腼腆。陆瑶凉凉地抬起眼，冷漠地说：我不会。这实属睁眼说瞎话了，他数学每次都是满分，我都没见过那个数字变动过。班草嘴角的笑容僵了下。那好吧。我看着他保持着笑意，识趣地离开。看他的眼神，我猜想他不会这么容易就放弃。果然，下午上体育课的时候，我看着他拿着一瓶水递给在树下乘凉的陆瑶。陆瑶，渴了吧？喝点水。我不渴。陆瑶拒绝了他，并拿起身旁的水瓶，拧开瓶盖喝起来。我看到了班草暗中捏紧的拳头。没事，我放着了，你想喝的时候再喝。班草保持着得体的笑，走开了。树荫下凉风拂面，吹起了陆瑶被碎发挡住的额头，女孩的轮廓精雕细琢，本该明媚朝气的年纪，眼神里却染着沉沉的黑。少了生气，她突然侧身回眸，对上我的视线。我若无其事地收回视线，望着天上的云发呆。体育课最后的时间，集合解散的时候，班草惊呼一声，人往前栽倒。他的前方是陆瑶，可是他低估了陆瑶的冷漠。陆瑶往旁边挪了一步，生生看着班草摔倒在地上，垂落的双手甚至没有一点点条件反射地抬起。班草疼得哀嚎，这假摔变成了真摔。陆瑶居高临下地看了他一眼，轻扯的唇角带着对小丑的嘲弄。第二天起，班草消停了，他恢复到从前的模样，不再围绕着陆瑶。讲台上的老师口沫横飞，我旁边的女孩在纸上写着我看不懂的公式，密密麻麻，晦涩难懂。
我发现他在写这些公式的时候，整个人的气场会发生变化，眼里有了少见的光彩。今天是月考成绩出来的日子，整个年级沸腾了。长期独揽第一名宝座的路遥遇到了对手，出现了2个第一名。排名榜上与路遥并肩的是一个男生的名字，像一匹黑马，惊艳了所有人。教室里的同学窃窃私语，都在讨论这个新起的学霸。路遥坐在位置上无动于衷，我看着自己面前刚讲解完的数学卷子，勉强及格的分数，默默叹了一口气。我的叹气声引来了路遥的目光，他的视线落在我的分数上，没有不屑，没有自得，很平静的目光，但我还是悄悄地把卷子翻面，他卷面上的满分，我可真羡慕。人与人之间的参差啊。课间出去做操回来的时候，一个男生把路遥拦下，瓜子脸，五官英俊立体，帅得不像话。你就是路遥？我是这次月考的第1名，我想告诉你，下一次考试我的名字一定会出现在你上面。男生倨傲地对路遥宣战。路遥盯着他的眼睛，在我以为他惊艳于对方的颜值时，他眼神闪过不耐烦，甚至一句回话都没有，就无视了男生走上台阶。男生在一群人看戏的目光中涨红了脸，朝着路遥的背影喊道：路遥，少瞧不起人了，我一定会赢过你。后面男生总是非常巧合地与路遥相遇，每一次都是傲气地看着路遥，言语间倔强励志。我一定会把你踩在脚下。他在用激将法，但路遥不接招。第2次月考时，大家都很期待男孩怎么把路遥踩在脚下。然而惊呆众人的是，路遥依旧第1名，全科满分，作文居然拿了满分。男生在第2名。成绩出来后，男生对路遥说：你运气好，作文拿了满分，我不会放弃的，你等着。男生说完这句，从来不搭理他的路遥开了口：烦死了，你想干嘛关我屁事。聒噪。路遥目光阴沉，语气生冷。男生愣住，气得面目扭曲。男生安静了，没再出现了。我有点好奇下一个刷脸的男生是谁。后面又来了好几个男生，每一个都用着不同的方式接近路遥，无一例外的都没引起他的注意，换来的是同样一个字：滚。在这些帅气的男生中，有一个像云间明月一样清雅的男生让我印象深刻。他叫高宇，是转学生，没有像其他人一样一上来就往路遥眼前凑。第1个星期他毫无动静，但我知道他一定在等待一个时机，因为第1天自我介绍的时候，他的目光就在路遥身上驻留了好几秒。轮到我和路遥值日那天，有位女同学手贱地拿了路遥桌上的巧克力棒，那是某个男生送给她的，她没动就放桌子上。当时那个女同学问了路遥一句：路遥，又有男生送你吃的呀，你吃吗？路遥再擦黑板，头也没回，淡淡的说：不吃。下一秒，那女同学打开了包装：我肚子好饿，你不吃，那我吃了。路遥回头看到对方吃进嘴里的巧克力，眼一下沉了下来。他抬手，手里的黑板擦准确无误地砸在女同学身上，粉末飞扬。你有病啊！我不吃，也没说让你吃。然后2个人就打起来了。第2天被班主任审问，女同学咬死路遥先动手，路遥没说巧克力的事情。老师让路遥道歉，他用沉默拒绝。于是老师搬出了学生最害怕的一句话：叫家长。路遥瞬间揣紧了拳头，我能感受到他的怒气。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说巧克力的事情，女生的思维真的很奇怪。我思考着，同桌一场，就帮忙解释一回吧。我的手刚举起，高宇突兀地站起身：老师，路遥没有错。他把昨天的事情经过陈述了一遍，还了路遥清白。我看着他，觉得很有趣。原来他在这等着。半个月后，高宇要离开学校了。他失败了，我很意外。我不知道这阵子发生了什么。我见过他和路遥在食堂一张桌子吃饭，以为他是特别的。
那天放学路上，我看到他拐进一个巷口，我记得那是个死胡同。我正在一个路边摊等着摊主落手抓饼，饼好了，我吃完了，也没见他出来。犹豫了会，我往着那条巷子走去，直走，左边有一条岔道。我在拐角时，看见背对着我跟无人的高墙对话的高宇，他一改平日文雅的模样，骂骂咧咧。我去，我装了这么久，一点用都没有。他是不是有隐藏技能读心术啊？他居然在我吃饭的时候过来跟我说，我和其他人一样都带着目的接近他，他一眼就看出来了。我明明都那么收敛了，来之前读了多少救赎文学，总结多少前辈失败的经历，还是不行。这个女主攻略难度 SSSS 级别呀，系统这活接不下。我藏在拐角处，耳边的话令我讶异。女主攻略系统，大脑一下浮出一条清晰的线，我好像触摸到什么了。我慢慢走出胡同，傍晚的云霞之下，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的视线中。少女压着白色帽檐，走在前面的大道上，冷白皮肤上唇角那抹嫣红的血迹擦伤格外醒目。她突然侧目望过来，眉眼阴翳。我看着路遥，神色漠然，我们之间就像陌生人，短暂的视线交集后各自错开，走向不同的方向。高宇的话一直在我脑海里回放，我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唇角微勾。真有意思呀。路边的榕树上蹲着一只大橘，它一直注视着我的背影，而我并未察觉。第二天，高宇在班里和同学道别，他从讲台上下来，路过路遥身旁时，脸色有些许不甘心和无奈。路遥嘴旁的伤好了些，但也看得出来是受伤留下的。高宇还想挣扎一下，他放了一个创可贴在路遥桌上。我不解，不流血的伤口贴创可贴是为了好看吗？我摇了摇头。路遥将放着创可贴的课本拿起，抖了下，创可贴轻飘飘地落在地上。高宇面上扭曲，愤愤地回座位。下课的时候，我主动去找高宇，将一块奶酪包放到他桌上。送你的离别礼物。他愣了会，迟疑地说，我叫夏星辰。啊，你是路遥的同桌，谢谢你的礼物。我笑了笑，不意外他对我的陌生。在这个班里，我的存在感很低，也一直践行着低调的人设。放学一起吃饭吧。啥？他对我突然的热情有些没反应过来。放学我等你，我们一块走。我说完，上课铃声正响，没留给高宇拒绝的时间，我转身回了座位。这节课，语文老师嗓子不舒服，发了试卷随堂测试。卷子做了一半时间，旁边的路遥在翻找什么，我听到了笔尖在本子上用劲划写略带干涩的声音。瞟了眼，见到我的同桌正压着眉眼的烦躁。我从书包里拿出一盒笔芯，手指刚伸向笔盒，想到他严重的洁癖，我顿了顿。桌下的手将笔盒递过去，轻碰了下他的校服。路遥看向我，沉默了会，从里面抽出一支笔芯。我听到一句干硬的谢谢。放学我和高宇约在一家烤肉店，他看起来有点懵，因为这是他转学半个月来我第一次与他说话，一上来就约饭，让他很意外。你长这么帅，性格又好，班上很多人喜欢你的。我也一直想找你认识，只是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要转到其他地方去。想着你走之前一定跟你说上话，希望你不要觉得我打扰了。我解释着自己的唐突，高宇听了我的话，一下子放松了下来。他很开心我对他的赞美，也开始和我交谈。你家是哪的呀？以后我们还能见面吗？我家在下海镇。我们高宇正吃得欢，突然脸色微变，捂住了自己的嘴巴。啊，不是，我家在 C 市，不过我以后大概率出国读书，可能很难见面了。那真可惜。我将他懊恼的神色纳入眼底，笑着回答他。饭后，我和高宇道别，各自回家。天已经黑了，街上十分热闹。今天是周五，来往的学生很多。隔着中间的马路，我在对面一家森系主题餐饮店里看到了路遥。
他穿着店里的黑色制服，端着餐盘穿梭在人群里。我疑惑着，他一个洁癖症在当服务员打零工。看了会，我准备走了，却见4、5个人气势汹汹地走向店门口。路遥从里面走出来，他被那群人夹裹着，半推搡走向前方一个巷口。我拧了拧眉，掏出手机拨打了110。看着人影消失在巷口，我跟了过去。巷子很深，眼前的黑像一只巨兽，随时要将人吞没。我曾在跆拳道馆见过路遥绑着红黑带的样子，应该轮不到我这死宅去英雄救美。我没再靠近，只听到隐约传来的搏斗声。过了好一会，警察到了，他们冲进巷子里。5分钟后，带出了里面的人。路遥脸上有伤，那几个人也都挂了彩，看走路姿势，伤得好像挺重。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，路遥垂着眼，少女颀长的身躯在夜幕下、碎雨中依旧笔直，唯有藏在眼底的那抹黑越发的沉。那几个人被带走，路遥被问了几句就放回店里了。我没再多留，转身走了。回到家里，我上网查了一个地方，下海镇不存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，没有这个地方。高宇的家似乎与我不在一个世界。窗外的夜空有寥寥星体闪着微光，我看着星星出神。早上走进教室，我在自己的桌子上发现一根笔芯，一样的牌子，包装塑料，我知道是路遥还的。其实一根笔芯我是当给他的，不过还了就还了吧，挺好，越客气越能保持距离和礼貌。高宇走了，但对路遥示好的人依旧不减。身为同桌，他身上积压着的烦躁感连我都感觉到不舒服。我这个默默看戏吃瓜的人也难免被麻烦到，请我帮忙的，想套话的。我像一团棉花，软绵绵的，但都回弹拒绝掉，就是有点烦。下节课要抽背诵，一篇文言文我念了又念，背得勉勉强强。我抓紧时间巩固一下，背不下来还得罚抄写。我有点羡慕地看向隔壁的同桌学霸，这一转头就见走道有个男生突然朝他位置倒下，他用手推了对方一把，男生倒向了对面。路遥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人猛地向后倾斜，我这一转头，鼻子便是一阵剧痛，被他后脑勺撞到了。路遥转向我，面上错愕，然后我听到了周围人的惊呼，看到了他突然紧缩的瞳孔，一股粘稠的液体划过我的唇，铁锈味在味蕾上蔓延。我流鼻血了，我从书包里掏出纸巾捂住，疼的一下站起来，也没看罪魁祸首，转身去了医务室。校医室里，我止住了血。医务室的大门被一道身影挡住，路遥站在门口，挡住了背后的光线。他走进来，替我付掉了医药费。我没有客气地推脱说不用，只是沉默地看着他动作。对不起。路遥站在我面前，我坐着，闻言微微仰头。他低着头颅，平日里总是冷漠的眉眼，此刻带着歉意，多了一点人情味。我点了下头，接受了他的道歉。回去的路上，我们一前一后地走着。我瞥向后面被阳光拉长的影子，不喜欢被人在背后跟着的感觉，我加快了脚步。路过篮球场时，路遥突然冲上来拽了我一把，一颗球惊险地从我面前飞过。旁边跑来一个捡球的男生，向我道歉。手腕上传来的陌生触感和力道令我低眸，我看着路遥抓在我腕上的手，微微皱眉。他立即松开，抿了抿唇，说了句小心点。谢谢。我说完便继续向教室走去。路过楼梯拐角的时候，我不意外地看见他走向洗手间。也是那么洁癖的一个人，估计正在拼命搓手吧。洗手间里流动的水冲刷着掌心，镜子里的少女低眼望着穿过指缝的水流，有几分怔然。回到教室里，我坐下了好一会，路遥才回来。鼻根依然痛着，好在已经过了抽背诵的环节，我也算松了口气。艰难地熬到放学，铃声一响，我拎起书包就走。回家的路口处，常年枝叶茂盛的榕树下蹲着一只大橘，
圆乎乎的脑袋上那铜铃大眼一直盯着我。这只猫不知道从哪里来的，长得圆润，毛色发亮，像家养的。最近我常常遇见它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总觉得这猫每次遇见都在看我，就像此刻直勾勾地盯着。我不怎么喜爱猫，也没有过去逗弄它的意思。夜里洗完澡，一推开房间的门，窗户的一幕让我心脏狠跳了一下。窗户护栏处探入一个猫脑袋，背后是漆黑的夜，视线相对，跟恐怖片差不多。猫看见我，跳进了我的房间里面，我缓了缓心神，走向它。是路口榕树下那只大橘，我有点犯愁，不知道怎么把它赶走。你好，夏星辰。我在做梦吗？我居然听到一只猫开口说人话。我是神的使者，阿九。他在自我介绍。大橘猫阿九告诉了我一个秘密，关于这个世界，关于路遥。每一个世界都有一个主角，主角就是世界的核心，一举一动都关乎着世界的运转。而我所在的这个世界，路遥是主角。按照原本的命运路线，路遥是一个因家庭背景留下心理问题的天才少女，她厌世、阴沉、独来独往。这样一个身处黑夜的主角，会遇到一个像阳光般温暖、对她展开救赎的男主，最终抚慰她的心灵创伤，携手共赴美好未来，画下完美句号。但是命运的轨迹发生了巨变，因为一个穿越者，男主被穿越者代替了。然而那个穿越者喜欢上了女N号，他没有按照原本命运线走，最后世界崩塌了。神对世界进行补救，但出现了问题。路遥根本没有爱上男主，他依照命运成长，创造了一个新时代，却在身处巅峰时自杀了。世界再一次崩塌。后面神进行了多次补救，依旧无法改变路遥最终选择自杀的结局。世界也因为多次的崩塌出现畸变，在上一次的世界中，神发现男主线被路遥的意念扼杀了，男主不存在了。于是神想了一个办法，从其他世界召集任务者穿到这个世界，试着感化他，代替最初的男主线。但因为一次又一次的世界崩塌重塑，路遥似乎有隐约觉醒的意识。他对外来者很敏感，总是能看穿对方隐藏在皮囊下的目的，防备心极强。任务者换了无数波都失败而归。猫的嘴巴张张合合，我默默地听着，有意外，但不至于震惊。因为高语让我先有了怀疑。所以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呢？我看着自称阿九的大橘猫，打断了他的话。他呆了一下，似乎对我格外平静的情绪感到不解。因为我们希望你帮忙。果然，秘密不是能随便听的。我不想。我没有一丝的犹豫，便直接拒绝。你还没有听我说完呢。阿九挥舞着猫爪子。我起身坐到书桌旁，翻开一本书，并不想搭理他。阿九瞬间窜上我的桌子，一屁股挡住了书上的文字。你不帮忙，到时候这个世界会因为经历不断的崩塌重塑循环而最终消失，这股破坏力还会影响到其他世界的安全。少年，你要拯救世界呀，世界靠你了。我看着掉落在桌上的猫毛，缓缓道，你们不是派了任务者吗？你也看到了，那些任务者连靠近他的机会都没有。阿九叹了口气。那你凭什么觉得我可以？阿九说，找上我是因为发现我也有隐约的觉醒，我发现茉莉的秘密这件事，他知道了。他观察了我有一段日子，觉得我很适合当这个委托人。理由有几点：一，我是路遥的同桌，有地利；二，路遥对我比其他男生要客气，我不是外来者，他不会怀疑我，有人和。剩下的天时，阿九说会帮助我。最后一点，我是个边缘人物，甚至没有独立清晰的命运线。所谓的路人，我的变化不会影响到世界。阿九极力说服我，列举了一系列计划畅想。他的猫爪按在我手上，一副热血的模样。我静默不语，并未被打动。路遥于我而言只是普通同学，我并不想接受这个任务，
也不认为自己可以。他能抹杀男主，也能抹杀我。而且救赎这2个字很重，救他人，赎自己。我拒绝了阿九的请求，他缠了我一段时间，最终无奈放弃了。我的日子依旧平常普通，3点一线。唯一的水花来自同桌路遥的攻略者们，我像个看客，沉默地看着他们，将秘密压在心底。我和路遥的关系也一如既往，互不干扰，平静相处。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高3，我们依然是同班，带班的是原来高2的班主任，在他的安排下，路遥又成了我的同桌。我们的关系也没什么过多的变化，一直延续着那份客气。大概是任务者刷新过于频繁，这段时间路遥周围安静了不少。繁重的高3生活对于我这普通智商的学渣压力实在不小，磕磕碰碰地读着。路遥像个国宝熊猫，被老师们重点关注，大家都默认他半只脚踏入第1学府，就差最后的考试。考试倒计时的后半个月，学校组织毕业照拍摄。那天路遥没来，到处找不到人，最后大家还是按照计划拍了毕业照，独独没有他。他为什么没去，我也不知道。分考场的时候，我和他分在了另一个学校。考试那天，同一班公交车里，我遇见了路遥，满车的人，10个9个是赶考的学生。上车的时候，走道也挤着人，路遥坐在前排第1张凳子上。看到我的时候，他的目光落在我缠绕着纱布的脚踝。我尴尬地摸了摸鼻子，前2天打球崴到脚了。路遥站在了起来，把位置让给了我。我其实有点意外，他则拉着把手站在我旁边。我抬眼看他，他垂落的视线与我相撞，又移到窗外。车身晃动，一路向前。窗外的天有些阴，一会就下起了雨，模糊了车窗。到站的时候，路遥手里没伞，他没有犹豫地踏进雨幕。上车时，我是有一个男生同伴的，他带了伞。我看着那个在熙攘人群中孤寂的背影，盯了手中的伞几秒，艰难小跑追上去。我将自己手里的伞举过他头顶，他长得比我矮1个头，我举伞的身躯将他笼罩。路遥停下脚步，沾了水汽的脸仰头看我。周围赶考的脚步声匆匆，雨点也变得密集。我和他于这伞下的一方世界好似静止，他无话，目光却有微澜泛起。而我这半刻的沉默，是因为我发现自己内心深处为他而涌起了丝丝怜悯。真奇怪，他受伤我无感，得知他命运最后1秒自杀的举动，我也没太多波动。当下却被他前一刻的背影触动。给你，祝你高考得偿所愿。我把伞丢给他，转身躲进了同伴的伞下。那把伞就当谢谢他给我让座吧。走着走着，我回头看了他一眼。雨幕中，少女撑着一把印着蒲公英的蓝色小伞，静立在原地，转眼便被后来的人群淹没。我收回目光，走向考场。那时候的我不知道，这一眼便是我青春中与路遥的最后一次会面。拿毕业证、填写志愿，我都没有见过路遥。他平日里便不与他人有过多的来往，班里的同学没有人知道他怎么了，班主任也没有过多的透露，只面露欣喜地宣布了路遥省第1的成绩。全校广播，横幅高挂，所有人都在为他的荣誉欢呼，唯独主角缺席了。后面我听说路遥去了第1学府，而我上了个普通的大学，我们彻底没有了交集。大2那年，我看到班群里有人在讨论他，说他出国留学去了。这个偶尔热闹的群，也并不是每个班里的同学都在，例如路遥。我在，但也是扮演一只沉水的鱼。阿九说过，他会创造一个新时代，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物。我有点好奇，那会是什么样的时代？日子无波无澜地进行，我依旧过着一个普通人的日子。我毕业实习那年，一个名叫未知的公司异军突起，宣布全球第1款全息网游的诞生。短短2-3年，这款名为星幻的全息网游席卷全世界，掀起时代浪潮。而它的开发者路遥这个名字
名声鹊起，传遍大街小巷。报道上加在他身上的标签有很多，网络上各种神话和崇拜，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小道消息的挖掘，各个知情人士的透露，将他的身世背景推送到大众目光下。我认识他，我们学校的校花，我是他同学，他从小就是学霸，果然知识改变世界。听说他家里很穷，住在最穷最脏乱的城中村。我是他邻居，他以前挺可怜的，父母感情不好，父亲还是个人渣。他读书的时候就经常外面打零工，据说家里特别穷，经济来源是他妈妈。网络通讯发达的时代，人隐私的外衣轻易就被人扒下，一时间关于路遥的讨论声浪排山倒海地扑向所有媒体平台，又在几天后迅速地回退沉寂，相关信息被压下。但这一切并不影响路遥本人，依旧有无数追捧者狂热倾慕。阿九说，路遥的原生家庭不好，但具体的他并没有透露给我。这是我第一次间接地获得关于他家庭的信息，虽然网络上添油加醋的不少，但估计也是8、9不离十。记忆中，他总是独来独往，眉眼间阴郁又漠然。他具体经历过什么，那份痛苦只有他自己清楚。偶尔，我会对看着日历本出神，我不知道路遥会在哪个时间点结束生命，又或者这一次会不会不一样？是否有任务者成功了？是否他不会做出那个决绝的决定？是否未来我们还会见面？充斥着消毒水味道的医院里，我拿着每年例行体检的报告准备离开。电梯口处红色的数字变动，等了好一会才有电梯驻留。电梯门打开的瞬间，我被定住了脚步。冰冷的金属方格里站着一个身穿正式装的女子，气质高冷，四目相对，那双眼是冷漠的，但那熟悉的五官，即使褪去了年少稚气，我也认出了她，是路遥。我出神的这几秒，电梯门缓缓关上，一只骨骼修长干净的手伸出，扣住了即将禁闭的门。电梯门再次打开，我走了进去，调整了下情绪，浅笑着打了声招呼：“你好，路遥。”好久不见。他凝视着我，眼神波动，持续5秒的沉默，空气很安静。在我以为他没认出我的时候，他朝我开口：“好久不见，夏星辰。”夏星辰这3个字，他念得很慢，像在回忆，在思索。我点了点头，没了下文。我们之间好像也不是可以寒暄热聊的关系，这一声招呼就像用尽了那点年少同桌情分，熟悉的沉默感也不尴尬。距离上次一见已过9年，曾经的少女变成了成熟气场强大的女人。也不知是否有任务者成功了，她如今功成名就，还会有想不开结束生命的念头吗？眼角的余光将她打量，却被她指尖一枚银戒吸引。她结婚了。电梯门开，我们一起走了出来，我正要礼貌地道别，路遥说了一句话让我很诧异：“你没完新欢吗？”我将这句话反复咀嚼了2遍，他说的不是有没有的疑问，而是肯定是的没完，他怎么会知道？我不喜欢玩游戏。我没有追究他语句上的意思，随口找了个说辞。我确实没玩过新话，不过也不是不好奇，只是它太贵了。即使全息网游全面普及，技术生熟，成为很多人必不可少的业余生活，但是它价格高昂，并非人人都能负担得起。我平日就不玩游戏，那份浅淡的热情不足以让我掏腰包。我更愿意买多几本书阅读，也有专门的体验店，只是我没去。不过被正主逮着这一问，路遥看着我，我头一次在他面前产生尴尬的情绪。好在我的手机响了，打破了这凝滞的空气。我打的车到了，先走了。我接通了电话，转身朝大门走去。入座后，我打开了车窗，路遥也出来了。他站在门口，面前停着一辆黑色轿车。视线相遇的刹那，年少记忆在时间中沉淀下的尘，这一刻被风扬起，在意识的海里漂浮旋转。久别重逢的心情，我在这一刻才迟钝地感知到。
这次与路遥相遇，回去后我便做了一个梦。没有灯光的房间，路遥站在一个空旷的露台上，他仰首望着夜空。片刻之后，世界塌陷，他从高处坠下，落入无底的黑暗深渊。他闭着眼，带着笑。下一秒，我睁开了眼，视线里是清早的阳光，透过窗户在书桌上落下的光影。是梦啊，这好像是我第一次梦见他。只是梦里的画面让人感到一丝压抑和悲伤。我总有预感会再次见路遥，只是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。5天后，他出现在我工作的图书馆，穿着一身休闲装，戴着黑色墨镜，毫无预兆地出现在书架旁。我正捧着一堆书籍，逐本放回原位，一转身就被他挡在面前，手中的书脱手落地。我错愕地瞧着他这个不速之客。他蹲下帮我捡起书，需要帮忙吗？你怎么来了？路遥来找我，我很意外。他说有点事情要找我聊聊。他帮着我一起整理书架，我也没客气。图书馆8点半闭馆，当时已经8点了，馆内寂静，唯有呼吸间空气里弥漫着的纸墨气息格外清晰，还有他身上隐隐约约清冽的香气。图书馆旁边有一家卖中式茶点的风格茶馆，我们面对面落座。我抿了一口茶水后开口：你找我有事吗？从刚刚路遥手里一直拎着一个牛皮纸袋，这会被他放置在桌面一角。他将它推了一把，递到我跟前。打开看看。我疑惑地接过，打开一看，熟悉又陌生的物件像一颗石头激荡着记忆里的湖海。一把蓝色折叠伞静静地躺在里面，伞把处还悬挂着我当初戴上去的蓝色绳结。这是我高考那天给他的伞，没想到这么多年他居然一直留着，就等着有一天归还于我。我想起当初给他比心的事情，那时候他也是还了回来，不欠任何人情，哪怕是细微不足道的小事。赤诚又输了，那时候借的伞现在还你了。这伞我从没想过跟他要回来，但这句话当下没有说的必要了，多余了。我点头回了声好。你结婚了吗？我转了话题，在试探是不是有攻略者成功了。他顺着我的目光看向食指上的银戒，淡淡道：没有，这戒指是新换的启动钥匙。我局促地笑了下，不仅没玩过人家开发的划时代网游，连基础配件都不知道。杯中的茶水见了底，我端起茶壶续上，也将他的杯子续上。杯中的热茶水汽氤氲上升，和着上方灯笼昏黄的暖光，将路遥常年冷遇的气息消散了些许。他握着茶杯的指节动了动：你过得好吗？我扬了扬眉，这问候听了总有点不太适应，又或者从他口中说出来有些突兀。挺普通，也挺好的。我笑了笑。他深深看了我一眼，随后端起茶杯一饮而尽。也许是我的错觉，也许是热气的熏蒸，他的眼眸似乎有几分诗意。我们没什么闲话聊，还了伞，喝了茶，他便起身告别。图书馆这一片入了夜便少人烟，夜色如墨。对面是热闹的商城区，霓虹灯光照亮了上方夜空。隔着一条大街，却是截然不同的时空错落。茶馆外，路灯下路遥的身影显得孤寂清冷。那一瞬间，我感受到了一种时空的撕裂感，那背影和年少时雨中的他重叠了。梦里他死亡的画面浮现脑海，一股酸胀的情绪自心口涌动着。我收回视线，发现他遗落在桌子上的墨镜。路遥，我喊了他一声，他停下回头看我。我跑了上去，把墨镜递给他，顺带说了句：忘了跟你说一句，恭喜你，新换我会去体验的。3天后，我收到一个包裹，里面装着新换的头盔和戒指，寄出地址是未知公司，显然是路遥寄给我的。我失笑，看来我寒碜的模样被看穿了。我想着该道谢，却发现并没有关于他的联系方式。我看着说明书指导，带上了新换。这是我第一次进去新换的世界，
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平行时空，除开脑海中的电子引导声和面前的透明屏幕，一切都很真实。新唤是实名制进入，我直接跳过了信息注册步骤，因为这里已经有了专属于我的账号1号玩家，所以路遥才会问我没有玩新唤吗？这个账户截止到这1秒都没有过使用痕迹。在新唤里，我收到了2封信，来自路遥的信。第一封是祝贺我生日的祝词，这个装着新唤的快递是他送我的礼物。第2封内容很简洁，是关于那把雨伞。他在等我上新唤，等着寄还于我。他预设好了一切，却没料到我竟然一次都没接触过新唤。我退出新唤，上网查了他的相关，一份关于路遥的高热报道出现在我眼前。陆女士，新唤的图标为什么是一把蓝色油纸伞和飘落的蒲公英？有什么寓意吗？只是灵感来源。有很多网友揣测，是不是跟你的心上人有关？报道上的文字描述，陆女士沉默了许久，才慢慢回答：我时常会想起他，心情也会变好。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喜欢。我看着这段话，目光反复阅览，内心震荡。路遥他喜欢我？怎么会？我站起来，望着窗外鳞片状的云，陷入思绪中。喵！一声猫叫令我回过神，我望向草地上眼熟的大橘猫，是阿九。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他了，再次找上我，他想干嘛？我想把窗户拉开些，让他进来，手刚触碰到玻璃面，突然一股失重感席卷身体，我摔倒在地上。身体有什么东西在加速流逝，出于本能，我感觉到死亡的气息。模糊间，我看到跳进窗的阿九，他朝我而来，意识消失之际，我听到了阿九的声音。可恶，晚了一步。27岁生日那天，是我死亡的日子。耳边嘈杂，脑袋昏沉，模糊的视线变得清晰，一群人围着我，嘴巴张合个不停。意识回笼的瞬间，我的视线便对上了那个人墙外跑道上站着的少女。被汗水浸湿的发丝下，黑色双眸直直地望着我，像一潭深水，情绪不明。我想站起来，膝盖一阵刺痛，慢半拍地冲击着我的神经。看着撸起裤腿破皮流血的膝盖，微微肿胀的脚踝，我打量着周围，满是青春朝气的脸庞，旁边是指挥着同学的体育老师。记忆在复苏，我想起来了，这是高3的800米测试，那会我在冲向终点的时候摔伤了。我重生了，这是又一轮的世界重启。只是为什么这一次的我有了上一次世界的记忆？这就是阿九说的觉醒吗？我放下裤腿，在一个同学的搀扶下走去医务室。上操场台阶的时候，我回头看向在起点准备测试的路遥。哨响，他如同离弦的箭，冲向终点。风撩起了他的发，传递着围观男孩的呐喊倾慕，明媚张扬。不知为何，我竟有些难过。他还是选择了自杀吗？上了药，我先回教室里休息，坐在课桌上环视着周围的一切，看了贴在桌上的课程表，下一节是自习时间。桌上堆砌的书山让我忍不住扶额，头疼的。为什么要再次经历高3？这噩梦还需经历第2次。我撑着脸，望着黑板上节课老师留下的板书出神。上次世界死亡的记忆依旧迷心，这就是路人的命运吗？阿九说，路人是没有独立清晰的命运线的，所以连死亡都是毫无预兆的随意嘛。即使每年体检健康无碍，也不得不在死亡下线那刻被世界清除。庆幸的是没有痛苦，而是像一个疲惫消耗过度的人陷入沉睡。只是阿九他为什么突然再次找上我？他最后那话是什么意思？在教室坐了半小时，就听到了下课铃声，陆陆续续有同学回来。路遥是踩着上课铃声进来的，他走到我旁边，拉开椅子坐下。再次看见他，我的心绪有些复杂。上一世最后一刻的记忆太过清晰，要说我内心毫无波澜，那是假的。我不明白，如此普通不起眼的我，被帅哥环绕着的他居然心向我。
放学时我没有立刻起身离开，在教室待到值日的同学准备回去了，才慢慢的收拾。腿伤了，走路有点慢和拐，我不喜欢被别人注视的感觉，便挑着人少的时候才走。下了楼梯，没走几步，一辆自行车拦在我面前，一张笑得灿烂的脸闯入我的视线，是隔壁班的班花许燕。你脚怎么了？我载你回去吧。许燕和我是一个小区的，很小就认识了，只是不太熟。从幼儿园到高中，也当过2、3次同班同学。她活泼漂亮，是我欣赏喜欢的类型。不过我从未想过和她表白，也不曾有追求她的念头。我对她的想法，更像是追星人对偶像的那种倾慕吧。我盯着她的后座，正准备点头，旁边冲过来一辆自行车，急刹车，长腿踩地，车轮横在许燕自行车前，白色鸭舌帽下的眼看着我，上来送你回去。我错愕地望着突然出现的路遥，对他的举动感到吃惊。许燕尴尬地笑了笑，说：原来有人在等你的，那我先走了，便踩着自行车离开了，留下我一脸莫名。这一世的我跟路遥这个同桌关系很亲近吗？我还是坐上了路遥自行车的后座。路上行人缓慢，天黑得快，沿途街道的路灯接连亮起，风鼓动着他敞开的校服外套，总是不经意地触碰到我的脸。洗衣粉的味道。我望着路遥的背，脑海里闪过那道雨天的背影，还有茶馆外灯下的影子，一股淡淡的酸涩盘旋在心口。你已经处于巅峰，拥有一切，为什么依旧选择结束生命呢？到我住的小区时，我下了车，冲路遥说了声谢谢。夏星辰，他想说什么，却又止住，转口说明天见。我皱着眉，端详着眼前的人，帽檐下的眉眼被一片阴影覆盖，那双眼眸却很清亮。我认识的路遥从来没有用过这种眼神瞧过我，那种认真的专注。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太多，我还需捋一捋。我回他，明天见。说完，我转身便走，却感受到一股视线带来的别扭。我回头望，路遥还没走，他在看我。见我回头，他压了压头上的帽子，转动车头，很快便消失在我的视野中。这一世，我没见过任务者，也没见阿九。回家路口的那棵榕树依旧茂盛常青，只是再也没见过那道橘黄的影子。阿九还会出现吗？我心里有太多的疑惑了，能解答的阿九却没有一丝一毫的踪影。路遥有些不一样，那股厌世颓丧的气息变了。以前的他像一株没有生气、被烈日炙烤着布满干裂纹路的树，现在的他像一潭深水，不知底下是何模样，看不穿。路遥对我的态度也变了。就在刚才，值日擦黑板的是我，他却上去帮我擦洗了黑板。我提醒他，今天的值日生是我，明天才轮到你。你脚伤还没好，我帮你。他回得自然坦率。我不由再次疑惑，每一次世界重塑人物性格关系也会有轻微变化吗？这一次的路遥不像之前那么难以接近。路遥从书包里掏出一本书，一张折叠的白纸从封面夹层中掉落在地上。看他微愣的模样，估计是哪个男孩偷偷放进去的。纸张落地的位置在我脚尖，我稍微弯腰就拿到了。我才将纸张捡起，路遥便手速飞快地夺过，表情有些不自然。我没说什么，起身出去走廊外换换气。春日的暖阳晒在身上，懒洋洋的，阳光很柔和，不刺眼。刚刚我看到了，那张白纸透出来的轮廓是人像素描，剪的时候掀起的半边角写着3个字：夏星辰，我的名字。我想起阿九委托的话，想起上一世界的路遥，想起他采访说的那句回答，心里头沉闷。我闭起眼，深呼吸了一口气，缓缓吐出。我总是在做梦，梦见路遥，梦里是他各种死亡的场景，他始终是笑着的。我好像动摇了，我还能若无其事地当个旁观者吗？可我又能做什么？
该怎么扭转他自杀的结局。很快的就到了拍毕业照的日子，老师喊班里同学出去等候排队，我看到路遥接了个电话，脱离集体走掉了。上一世他没有来拍毕业照，就是因为这个电话吗？学校大门出入检查严格，上课期间学生是出不去的。那他会去哪？我站在走廊上，看着楼下的他走向学校后方密林。路遥去那里做什么？耳边传来班长的催促，我跟着大部队一起下楼。到拍照地点时，等待的时间里，大家拿着手机在互拍留念。我心不在焉，高频地看手机时间。最后，我转身朝密林的方向跑去，在一个拐角时与路遥撞个满怀，我抱住了他差点摔倒的身体，又很快地撒开手，耳尖爬上一抹粉色。我喘着气，看到他后面教导主任带着几个学生往教务室去，其中一个人在学生中很出名，是个不学无术、惹是生非的太妹。你没事吧？我打量着他，看起来没有受伤。你知道我在这里？我在路遥询问的目光下点头。我刚才看到你往这走，快拍照了，你一直没回去，我就过来找你了。没事就行，快到拍照时间了，走吧。我刚转身，路遥的声音顺着风穿过我耳边，你来找我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好像没有办法再对你的人生、你的命运视而不见。风从背后吹来，扬起的发丝胡乱地扫着我的眉眼。我低声说，我担心你。回到拍摄现场，恰好赶上我们班的毕业照拍摄，老师和班长大声叫喊催促，我走到一个空出来的位置填上。路遥刚好站在我前面，望着摄像机的镜头，我的大脑突然闪过一个片段：上一世界路遥缺席了。第二天，我看到了他手臂上多出来的划伤。那个太妹，我记得后面被劝退了。这一世，路遥离开集体去见那个太妹，完好无缺的回来了。那个人还正好被教导主任逮着。还有他的变化，对我的态度，所有碎片信息刹那间组合成了一个指向性的线索。路遥是不是和我一样，也觉醒了记忆？摄影师按了几下快门，便比了个 OK 的手势。老师起身遣散学生，给后面的班级让位。我被几个男同学拉着去旁边拍照，路遥站在对面的树荫下，旁边好些蠢蠢欲动的男同学想和他拍照。拍了几张，我听到了许燕的笑声。我走了过去，我可以和你拍一张照片吗？许燕很爽快地点头应许，当然可以。我把手机拿给一个同学帮忙拍照，站在许燕身边比了个剪刀手。你到时候记得发我一张啊。我笑着点头说，知道了。我们拍一张吧。路遥不知何时站在我身后，眼神里藏着期待。好啊。我们并排站着，中间隔着半臂的距离。因为心中对他觉醒的猜想，我下意识地侧身抬头望他，感知到我的视线，他抬眼看我。四目相对时，他眼神微动，几秒后收回了目光。拍照的同学把手机递过来，这张照片拍得太好了。屏幕中恰好捕捉到我们相视的那一瞬间。我加了路遥的联系方式，把照片发给他。他端着手机看了许久，我看到了他唇角的笑意。隔天上学，我找借口去办公室跟老师要一张模拟卷，见到了在喝茶的教导主任。主任好。主任朝我点了下头。我上去几步，昨天我们班的路遥差点在密林里被欺负，还好主任你刚好在那边，及时救了他。很感谢您，路遥是我的同桌，我很担心他。主任气呼呼地骂着那个太妹，随后跟我说，还好啊，路遥同学提前给我打电话。他给你打电话？和主任的对话中，我大致了解了昨天发生的事情。有个同学和路遥关系不错，是他打电话叫路遥过去的。路遥听出了他话里的不对劲，觉得有问题，便先给主任打电话。主任曾经教过他，还家访过，一直留着号码。说到家访时，主任叹了口气。我拿着试卷返回教室，大脑梳理着那些话，一切都很清晰了。上一世的路遥
是被那个同学背叛了，所以这一次他提前布局，反杀了他们。他果然已经觉醒了，上一世的事情他都记得。任务者和阿九的消失和他的记忆有关系吗？他带着记忆重来，这一次还会带着世界消失吗？6月，高考的日子，这一次我没有在公交车上遇到路遥，天气是一样的阴雨天。考完试的最后一天，在站台等了很久的公交车迟迟未到，想来是高考的日子堵车了。我查看了地图，从这走回家有个近道半个小时能到，结果走了一半，发现自己路痴属性走反了。我无奈叹气，街边买了一支冰淇淋和几枚棒棒糖，掉头走回正确的路线。超近道要经过一片旧民居，我边看地图边吃着手里的冰淇淋，拐了几个路口，一声猫叫引起了我注意。一只橘色的猫咪蹲在围墙上，身上的毛发被雨水打湿，我试探地唤它，阿九。猫看了我一眼，跳下跑了。我追了上去，猫没见到踪影，倒是看到一个熟悉的人。铺满爬山虎的围墙外站着一个少女，没撑伞，雨水顺着她的脸不断滑落。看到我的瞬间，她露出了笑。我走向她，将伞遮向她发顶。你怎么了？你喜欢淋雨吗？她总是这样狼狈可怜地出现在我眼前，叫人难受。我跟路遥说话，却见他深深地盯着我，渐渐红了眼角。他动了动唇，夏星辰，你知道我一直在等你吗？我一直在想，如果你没出现，我就放弃打扰你。如果你出现了，那我是不是可以贪心一点？我后退了一步，路遥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路遥转身躲进我怀里，灰暗的神色中夹带着讨好的索取。夏星辰，你不要喜欢上别人，好不好？他的手抚上我的脸，我的睫羽颤了颤，近在咫尺的眼神涌动着悲伤、喜欢、渴望，还有想念。我的大脑在片刻之间闪过无数画面碎片，很难受。被刺痛的大脑折磨的我一把将路遥推倒在地上，便跑掉了。雨一直下，我朝前奔跑着，背后的少女站在原地握紧了手心。回到家，我在打开房间时见到了阿九，他蹲在我的椅子上。又见面了，夏星辰。我走到椅子前蹲下，引我去见路遥的那只猫，果然是你。为什么？阿九舔了舔前爪，说来话长，我给你看个东西，看了你就明白了。阿九张口吐出一个光怪陆离的泡泡，慢慢地飘向我，在眉心处消失。我做了一个梦，很长很杂。梦里的第一幕是下着雨、阴沉湿漉的天气，那天正好是高考的最后一天。考完最后一科，我心血来潮，不想坐公交车，沿途踏着大大小小的水洼走回去。抄近路时，拐进一片旧小区，在一个巷道布满爬山虎的墙角下，靠着一个女孩。她垂着头颅，任由下落的雨水冲刷身体，一动不动。我撑着伞在巷口停留了几秒，也许是我的视线太明显，女孩突然抬头望向我，那张脸很熟悉，是我的同桌路遥。我转过头，没有走过去，而是朝前走。经过一间小卖铺时，我突然停下。我买了一把伞，折返拐进了那条巷子。我走到路遥面前蹲下，手中的伞将他纳入，伞面上的雨点啪嗒作响。路遥缓缓抬头，眼神空荡荡的，本就白皙的脸在雨水的冲刷下泛着冰冷的疏离感。你没事吧？我开口打破沉默。他盯着我，突然咧开一抹恶劣的笑。他说他死了。路遥指着自己，这具身体，生物学上的父亲。你知道吗？我很开心。他笑着，却落了泪。我看着他眼里压抑涌动的情绪，慢慢说道，别淋雨糟蹋身体了，感冒生病看医生拿药，很贵的。大概是我的发言太跳脱，路遥怔住。你不觉得我残忍可怕吗？我不了解你的家庭，也不了解你内心真实的情绪，我评价不了你。我把手里的另一把伞打开，搁在他肩膀处。
随后站起身，前面有家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，你不想回家就去那里吧，别在外面淋雨了。我走了，我背对着他，慢慢走出巷子。画面一转，我看到了成年后的路遥站在一片墓地，他的指尖描摹着我的照片，一个黑色风衣的男子出现在他身后。心痛吗？你想救他，改变他死亡的命运吗？原来他是那个掠夺了男主的穿越者。那个女恩死了，他认为是自己扭转命运线害了女恩，他希望路遥帮他。他把自己是穿越者的身份，路遥是世界主角的秘密说了出来。他告诉路遥，我的死亡是因为他的干扰。他占了男主的身份，总是难免被命运安排，在一些特定的时间点遇见路遥。为了避开命运线的牵引，他想了很多方法，甚至让其他人找男主线和路遥相遇，但都失败了。在一次偶然，我意外地代替了他出现在遇见路遥的时间点。他发现只有我走了男主线，他便不会受到命运控制。于是后来我与路遥的无数次相遇，他都是背后的推手。我天性淡然，对路遥的所为仅仅出于善良本质的好意，于我而言不过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，却还是阴差阳错地成了那个带给路遥温暖的人，让他对我生了情意和执念。在第一个世界里，毕业后的我们偶尔会书信往来。新欢面试的半年后，路遥约了我见面，我应许了，也食言了。再见面是在我的葬礼上。穿越者告诉路遥，只要他出世，世界就会塌落，神会出现，出手拯救世界，一切可重来，我也能回归自己的位置。路遥答应了。第二世、第三世，我还是被世界清除死亡。在我离开的那刻，路遥便会想起了上一世的记忆，痛苦加倍地侵蚀着他。他想明白了，我的死亡和穿越者没有任何关系，在这个世界里，我注定活不过27岁。他抬头看天，半晌嘴角扯出一抹残忍决绝的笑。下一秒，世界动荡，开始解体塌落。睁开眼的瞬间，泪水夺眶而出。你们见过面了是吗？我问阿九，喉咙梗塞，声音变得沙哑。是，他跟神提出条件，他会活着让这个世界运转下去，前提是你必须好好的活到老。他要你一生顺遂，平安喜乐。神答应了。上一世，阿九注意到了我，在后面一直在跟任务者复盘每个世界，想找出路遥自杀的动机。他发现每一个世界在我死亡后，路遥就跟着自杀了，所以他来找我，却还是晚了一步。阿九站起身子，哎呀，我引你跟他见面，告诉你真相，就是要你知道他的付出。我讨厌 B1 美学。我摸了摸阿九炸毛的毛发，流着泪笑着说，阿九，谢谢你告诉我，路遥一次次的自杀是为了我，一次次的承担我的死讯带给他的痛苦，用不断的自毁来得到与神对话交易的机会。原来我才是那个一直被他救赎的人。拿毕业照的日子，我见到了路遥。这一次，他站在礼堂的讲台上，接受所有人的喝彩。散会时，我追着他的身影去，却没找到人。我走在教学楼中，想着他会在哪。转角下楼时，遇见了半只脚踏上台阶的他。他仰着头，漆黑的眸静静地看着我。我一步一步地走下台阶，站到他面前。那天我吓到你了，抱歉。他垂下眼睑，遮住了眼里的情绪。我咬了咬唇，眼眶很酸。谁允许你单方面为我牺牲性命？路遥猛然抬眼看我，你都知道了？我见过阿九了。他看着我的目光很温柔，与你无关，我自愿的。怎么会与我无关呢？你每一次死亡的瞬间，我都历历在目。你带着笑依然奔向深渊的画面，在我心里刻下一道道痕迹。你知不知道我为上一世拒绝阿九的请求而痛心？你让我觉得自己像个混账。我扑向他，将他紧紧抱入怀中，埋手在他肩颈间，眼泪砸在他的皮肤上。路遥抬手落在我的后背，轻轻拍了拍。夏星辰，你别哭。路遥，谢谢你。
我本不想和他说谢谢这2字，太轻。可我发现，除了这2字，我竟也无法给他什么。我不过随手给了他一颗糖，他却为我抵上性命。今天是冬至，空气里弥漫着的汤圆和饺子香味。寝室里的宿友有南有北，凑着一起过节。这是我上大1的第1年，我和陆瑶在不同的城市上学。那一次坦白后，我们没有在一起。我需要一点时间再给他答案。那时候我其实是混淆的，我不清楚我对他是感动和怜悯还是喜欢。我们经常联系，发信息，都是些细碎的日常小事，大部分都是他发他的，我发我的，很少连续着聊天，更多的是对生活的分享。奇怪又和谐。我咬起一个白糯的汤圆，刚咬了一口，手机来电了。我呆呆地看着来电提示，手因为紧张有些发抖。这半年，我和陆瑶会发信息，但是从来没有通过电话。这是他第一次打电话给我。我接通了来电，大冬天的手心却很热。喂，夏星辰，我来找你了，在你宿舍楼下。我换上一件棉服，出门的时候看到垂挂在床沿的蓝色围巾，一把扯下来。我匆匆下了楼，穿着羽绒服的陆瑶出现在我的视野中。她真的很好看，走哪都十分显眼。天很冷，这几天都飘着雪，她的发丝和肩膀染着白雪。2个城市挨着，不算远，但是来一趟折腾也要3个多小时。我知道她为什么会在今天来。冷不冷？我抬起手，将她发丝上的雪花拍掉。冷。她看我的目光灼灼。夏星辰，生日快乐！今天是冬至，是我生日，也是我答应给他答案的日子。其实你不必跑过来的，多冷呀！没关系，是我想见你。我把手中的围巾给他戴上，在我身上平平无奇的围巾，在他身上带出了气质。他的眼神一直粘在我脸上，我不自在地轻咳了一声，想说什么就直说，不要这么看着我。陆瑶轻笑，他的手心附上我的手。夏星辰，你可不可以只喜欢我？可以，我毫不犹豫地回答。我一把将他扯进怀里，耳边是他如释重负的喘息。明明隔着厚重的衣服，被冰冷的雪环绕，可内心却温暖。我喜欢陆瑶，在我见到他的那一刻，我的心跳声告诉了我答案。他不会再孤独一人，我会陪着他。这一次，我们都要好好的活着。好了，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，谢谢大家。